很多朋友看着自家花草在烈日下垂头丧气，心一软，一瓢水浇下去，结果没过2天，整盆花直接归西，叶子发黄脱落，甚至连根部都烂成一滩泥。这根本不是在救花，而是在给花草施酷刑。我们在台湾这种亚热带气候，夏天或者秋老虎发威的时候，中午的地表温度或者花盆内部的土壤温度，往往能飙升到40度甚至50度。特别是一些深色的塑胶花盆或者陶盆，吸热能力超强，里面的土壤摸起来都是烫手的。这时候如果你直接用自来水管接出来的冷水浇下去，这盆土瞬间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桑拿房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滚烫的土壤遇到了凉水，产生的大量热蒸汽被闷在花盆这个狭小的空间里，根本散不出去，这些热气会直接包裹住植物最娇嫩的毛细根。这些毛细根是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的嘴巴，它们非常细小，根本经不起这样的高温蒸煮。这就好比把植物的根放在蒸笼里蒸，不用多久，根系细胞壁就会破裂，蛋白质凝固，根系直接坏死。根一死，上面的叶子就彻底断了水源。虽然土里是湿的，但根已经没有能力喝水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，明明刚浇了水，怎么花反而死得更快？这就是典型的生理性干旱，水在土里，根却在渴死。还有一个大家经常听到的说法，说中午浇水，水珠落在叶片上会形成凸透镜效应，像放大镜一样聚光，把叶片烧出洞来。其实这个说法在科学界是有争议的，大部分情况下，水珠蒸发的速度很快，很难在短时间内聚集足够的热量去烧穿叶片。除非是那种带有绒毛的叶片，水珠悬挂在上面很久不散，才有可能造成灼伤。但是哪怕凸透镜效应不是主要凶手，我们依然不建议中午把水洒在叶片上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这涉及到了植物的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。在中午阳光最强烈、温度最高的时候，植物为了自我保护会关闭叶片上的气孔，这就像我们人热的受不了会躲进冷气房不出来一样。植物关闭气孔是为了减少水分的流失，这是一种休眠或者半休眠的自我防御状态。这时候如果你一盆冷水浇上去，植物周围的温度瞬间降低，植物误以为傍晚来了或者天气凉快了，它就会慌慌张张的把气孔打开，准备呼吸和进行光合作用。可是这个降温是暂时的，水分蒸发的很快，周围的温度马上又会反弹回高温状态。这时候气孔已经打开了，高温热浪顺着气孔长驱直入，直接破坏植物内部的叶肉细胞，导致叶片迅速失水萎蔫，出现边缘焦枯发黄的现象。这就好比你大热天正在闭目养神，突然被叫醒去跑100米冲刺，身体根本调节不过来，最后只能崩溃。所以说，所谓的死亡浇水，核心不在于水本身，而在于温差和时机，这种伤害往往是不可逆的。一旦根系被蒸坏了，或者叶片细胞被破坏了，你后面再怎么施肥，再怎么喷药，都很难救回来，因为植物的输送管道已经断了，养分根本送不上去。我们还要讲到一个土壤微生物的问题，这一点很多人容易忽略，土壤里不是只有土，还有亿万个细菌、真菌在活动。在正常的土壤环境中，好养菌和厌养菌是保持平衡的，但是当你中午浇水，高温高湿的环境简直就是有害病菌的温床，特别是那些导致烂根的腐霉菌、镰刀菌，它们最喜欢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，这时候它们的繁殖速度是几何级数增长的。原本你的花盆里可能只有少量的有害菌，植物的免疫系统完全可以压制住它们。但是经过这一场高温桑拿浴，植物的根系受伤了，抵抗力下降了，而有害菌却在大爆发。这一强一弱，病菌就会趁虚而入，顺着受伤的根系伤口侵入植物体内，导致茎基腐病、根腐病迅速蔓延。很多时候，你发现植物叶子发黄的时候，其实地下的根早就烂了一大半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花友在夏天怎么养花都养不活，总觉得是自己手残，其实就是这个浇水的时间点没卡准。再来聊聊不同材质的花盆在中午浇水时的反应。这也有很大的讲究，如果你用的是红陶盆或者瓦盆，透气性比较好，水分蒸发快，可能中午浇水带来的伤害稍微小一点点，因为热气能散发出去一部分，
但如果你用的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加厚塑胶盆，或者是上了釉的陶瓷盆，那后果就严重了。这种盆透气性极差，就像一个密封罐，中午一浇水，里面的水温能保持很高很长时间，对根系的煎熬是持续性的，可能持续2-3个小时，根系都泡在热水里，这种情况下植物存活的几率几乎为0。还有一种情况叫做半结水，这是很多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，特别是在中午看到花蔫了，心里一慌，稍微浇一点点水，想给它解解渴，结果这点水只湿润了土壤表面2-3公分的地方，下面的土还是干的，这时候表层土壤的水分在太阳暴晒下迅速蒸发，带走了大量的热量，看似降温了，其实造成了土壤上下层巨大的温差。植物的根系是有向水性的，它会拼命往有水的地方长，结果根系都集中在表层，而表层又是温度变化最剧烈的地方，这等于把根系引诱到一个最危险的区域去受罪。时间一长，根系就会因为频繁的冷热交替和干湿循环而老化、干枯。那么是不是说中午看到植物萎蔫了，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干死，绝对不能浇水呢？当然也不是这么绝对，我们要学会分辨植物是真的缺水，还是在装死。在中午高温时段，很多植物会出现生理性萎蔫，比如绣球花、白掌、瓜叶菊这类叶片大、蒸腾作用强的植物，它们叶片耷拉下来，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为了减少受光面积，减少水分蒸发。如果你摸一下盆土，发现土还是湿的，或者掂一下花盆，分量还很重，那就说明它根本不缺水。千万不要浇水，把它搬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一缓，等太阳下山了，它自己就会精神抖擞的立起来。但如果你检查了盆土，发现确实干得发白了，花盆轻飘飘的，叶片也不仅仅是耷拉，而是发脆发干，那就是真的缺水了。这时候如果死板的坚持中午不浇水，可能还没等到晚上，植物就已经干死了。千万不要直接拿水管冲，你要接一盆水，先把水放在花盆旁边晾一遭，让水温和周围的气温、土温尽量接近，不要有太大的温差，然后把花盆放进水盆里，让水从花盆底部的孔慢慢吸上来，同时一定要把花盆移到阴凉、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，比如北阳台或者树荫下，甚至搬进室内，让它在阴凉处慢慢吸水恢复，绝对不能一边晒着大太阳一边浇水。这种急救方法是为了在保命的前提下，把对根系的伤害降到最低。除了温度和物理伤害，我们还要深入讲讲水分在土壤中的物理运动。在中午高温时，土壤中的水分蒸发不仅仅是向上的，还有一部分水汽会向下运动。如果土壤结构板结，透气性不好，这些水汽就会在盆底积聚，形成一个高温高湿的死角。很多深根系的植物，主根都扎在盆底，这个死角正好就是主根所在的位置。一旦主根烂了，整棵树就没救了。所以我们在配土的时候，一定要强调颗粒土的比例，要保证土壤有足够的空隙，让热气能排出去，让新鲜空气能进来。特别是在台湾这种湿热的环境下，配土疏松透气是度夏的关键。如果你用的是那种在大路边挖的黄泥土，又黏又重，中午一浇水，那就真的是在糊水泥，根系被封死在里面，想透口气都难。还有一个很隐蔽的伤害，就是水质的变化。自来水中通常含有氯气等消毒成分，在高温光照下，这些化学物质的反应会变得更活跃，可能会对根系产生额外的化学刺激，而且高温会降低水中的溶解氧含量。我们都知道鱼缸里水温太高，鱼会缺氧翻肚皮，植物的根系也是需要呼吸氧气的，浇入土里的水如果是温热的，里面的氧气含量极低，根系在高温高湿本身代谢加快，需氧量增加的情况下，却得不到氧气补充，就会进行无氧呼吸。无氧呼吸会产生酒精和乳酸等有毒物质，这些物质在植物体内积累，会直接毒害细胞，导致根系变黑、腐烂，发出一股酸臭味。这就是为什么烂根的花盆倒出来，往往有一股难闻的味道。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强调的细节，那就是早晨浇水的时间不能太晚。如果你拖到10点半甚至11点才浇，那时候太阳已经很毒了，气温上升的非常快，
这就又回到了我们上半部分说的中午浇水的风险区。所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早起的人花才养得好。最好是在太阳刚刚露头或者还没露头的时候就完成浇水工作。接下来我们要重点抨击一下晚上浇水这个看似合理的误区。很多上班族朋友白天没时间，习惯晚上下班回家，吃完饭大概7、8点钟，顺手给花草浇个水，觉得这时候凉快，植物肯定舒服。其实这往往是家庭养花最大的隐患之一。大家想一想，晚上的环境特点是什么？没有阳光，气温降低，空气湿度相对较高，通风通常也不如白天好。这时候你把水浇下去，水分无法通过蒸腾作用散发出去，土壤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这个饱和湿润的状态。这就像是你晚上睡觉前喝了5公升水，还要裹着湿棉被睡觉，你难不难受？植物也是一样，根系在晚上是需要进行有氧呼吸的，它需要吸入氧气，呼出二氧化碳。如果你把土浇得透透的，水就把土壤里的空隙全填满了，把氧气挤出去了，根系这就相当于被捂住了口鼻，呼吸不畅，产生的能量就少，植物生长就会受阻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夜间的高湿环境是真菌和细菌的狂欢派对，绝大多数的真菌孢子都需要在水膜中才能萌发。晚上浇水，叶片上如果残留了水珠，或者盆土表面湿漉漉的，正好给灰霉病、炭疽病、白粉病提供了完美的繁殖温床。很多花友发现自家的花怎么一觉醒来叶子上就有了黑斑，或者根部发黑腐烂，很大原因就是晚上浇水导致的菌群爆发。还有蛞蝓、蜗牛这些软体害虫也是最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，晚上浇水简直就是给它们摆好了宴席，邀请它们来啃食你的花叶。此外，晚上浇水还容易导致植物徒长。什么是徒长呢？就是植物光长个子不长肉，茎秆变得细细长长的，叶片变得稀疏发黄，一点都不壮实。这是因为水分充足，细胞吸水膨胀，但是没有光照进行光合作用积累干物质，细胞壁就很薄，就像吹气球一样虚胖。这种徒长的植物抗性非常差，风一吹就倒，稍微晒个太阳就蔫，完全失去了观赏价值。当然，如果你一定要晚上浇水，比如第二天早上要出差，实在没办法，那一定要注意2点。第一，千万不要把水洒在叶片上，只浇根部，保持叶片干燥。第二，一定要加强通风，甚至可以开个电风扇对着吹，人为的加快水分蒸发，把高湿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。这中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，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西晒阳台。如果你的阳台朝西，下午的太阳能一直晒到太阳下山，那么在傍晚6、7点的时候，虽然天快黑了，但是墙壁、地板、栏杆以及花盆本身都吸足了热量，正在向外释放辐射热。这时候你去摸摸花盆，可能还是温热甚至烫手的。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马上浇水，必须要等到晚上8、9点甚至10点，确认花盆彻底凉透了才能浇水，否则就等于是在制造人工桑拿，后果和中午浇水是一样的。说完了时间的选择，我们再来聊聊水质和水温的细节，这对根系的健康同样至关重要。很多朋友直接接了自来水管的水就往花盆里灌，这其实是有风险的。自来水里通常含有氯气，这是为了杀菌消毒用的，但是对于植物来说，氯气是一种氧化剂，会破坏根系的根毛细胞。虽然含量不高，但长期直接浇灌，土壤容易板结，盐分容易累积，根系会慢慢老化。最讲究的做法是准备一个大桶，把自来水接出来，放在阳台上晾晒1到2天，这叫做困水。这样做有2个好处，第一，可以让水里的氯气挥发掉，第二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，可以让水温和环境气温达到平衡。这一点在夏天和冬天尤为重要。夏天的自来水管埋在地下，出来的水其实是比较凉的，如果直接浇到滚烫的盆土里，这种冷热激刺会让根系痉挛，影响水分吸收。而冬天相反，水管里的水冰凉刺骨，直接浇下去会冻伤根系。晾晒过的水，温度和室温一致，浇下去植物最舒服。就像我们人喝温水一样养胃。如果你家里有条件能收集到雨水，那是最好的。
雨水通常呈微酸性，非常适合绝大多数喜酸性的花卉，比如杜鹃、茶花、栀子花、蓝莓，长期用雨水浇花，叶子会黑绿发亮，连硫酸亚铁都省了。但是要注意，现在的城市空气污染有时候比较严重，刚开始下的头道雨比较脏，最好别接，接中后段的雨水比较干净。接下来我们要纠正几个浇水动作上的坏习惯。很多朋友喜欢拿着喷壶在花盆表面喷一喷，把土面喷湿了就觉得浇好了，这叫做拦腰水或者地皮水，这是最坑植物的，因为植物的根系是向下的，真正的吸水根都在花盆的中下部，你上面湿了，下面还是干的，根系喝不到水，还会被诱导向上生长，结果就是根系越来越浅，越来越不耐旱。正确的浇水方法必须是小水漫灌，直到看到花盆底部的排水孔有水流出来为止，这叫做浇透。为什么要浇透呢？除了给根系供水，浇透这个动作还有一个重要的物理功能，就是更新土壤里的空气。当你把水灌下去的时候，水流会把土壤缝隙里的废气挤压出去，当水流走之后，新鲜的空气又会跟随水流进入土壤内部，这是一次彻底的气体交换。如果只浇半节水，底部的废气排不出来，根系长期处于憋闷状态，很容易烂根。当然，浇透不代表要积水，浇完之后一定要检查托盘，如果托盘里有积水，必须倒掉，千万不能让花盆泡在水里，那是导致烂根的头号杀手，除非是你养的是铜钱草、挽莲这种水生或者湿生植物，否则对于绝大多数陆生植物来说，积水就是死路一条。还有一种浇水方法叫做浸盆法，这通常用于那些土壤已经板结或者干透了很难浇进去的情况。有时候我们用的泥炭土干得太厉害了，会有疏水性，水浇上去直接顺着盆壁流走了，土中心还是干的，这时候就把花盆放在装满水的大盆里，让水从底下吸上来，直到表土湿润为止。这种方法能保证土壤彻底湿润，但是不能经常用，因为长期浸盆，土壤里的盐分淋洗不出去，会随着水分蒸发堆积在表土，形成白色的盐碱霜，伤害植物茎基部，所以最好是淋浇和浸盆交替使用。在判断什么时候该浇水这个问题上，新手最容易犯教条主义错误，比如听卖花的说3天浇一次，就严格执行3天1次，完全不管天气变化，这种定时的浇水法是完全错误的。因为家里的环境、通风、光照、盆的大小、植物的生长状态都在变，水分消耗的速度根本不一样，阴雨天可能10天都不干，大晴天可能1天就干了。最靠谱的方法是学会看土、摸土、掂盆，你可以准备一根竹签或者一次性筷子，插在花盆边缘的土里，插深一点，过半小时拔出来看，如果筷子是湿的，带着泥土，说明里面还有水，不用浇。如果筷子干了，没什么土粘在上面，那就是该浇水了。对于小一点的花盆，你还可以用掂重量的方法，浇透水的时候掂一下，记住那个沉甸甸的手感，等哪天觉得花盆轻飘飘了，那就是水分干的差不多了，这时候浇水准没错。我们还要学会观察植物的语言，植物缺水是有信号的，最早的信号是叶片失去光泽，变得暗淡，手摸上去感觉发软，没有弹性，这时候补水，植物很快就能恢复。如果等到叶片彻底耷拉下来，甚至干枯了，那已经是严重缺水了。虽然能救回来，但是会伤元气，底部的老叶子可能会发黄脱落，所以做一个敏锐的观察者，比做一个勤劳的搬运工更重要。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植物，比如多肉植物，它们自带水库，叶片里存满了水，对水的需求极低，夏天甚至要完全断水，让它们休眠。如果你还按普通草花的频率给多肉浇水，那黑腐化水是分分钟的事。而像蕨类植物、竹芋类植物，它们喜欢空气湿度大，但根部又怕积水，这时候就要多给周围环境喷雾，少给根部浇水，维持一个湿润的小气候。